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会发现脑子不受自己控制，开始变得反应迟钝，记性也差。其实这可能是大脑开始衰老了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动作，经常做一做，能延缓大脑衰老，让大脑更灵活。动作1：多动手指。首先伸出双手，双手握拳，然后从大拇指开始依次伸出，再从小拇指依次收回。每天练习3到5分钟。手上有很多和大脑相连的神经，经常练习手指操，能刺激大脑，对延缓大脑衰老、提升记忆力有帮助。动作2：多梳头。梳头可以用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，可以将双手食指微微张开，然后从前往后，从上到下的梳头，每次5分钟，每天2到3次。经常梳头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头皮气血，有很好的养神健脑的作用。坚持做也能够让大脑更灵活，记性更好。如果想让大脑保持年轻，除了常锻炼大脑外，也可以常吃健脑食物，比如核桃、花生、桂圆等，都有很好的健脑益智、提高记忆力的作用，对大脑健康有帮助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老化变硬。除此之外呢，不好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运动少、喜欢抽烟喝酒、经常熬夜等，也会让血液变得粘稠，引起血栓。如果不想血液变粘稠，3种食物要尽量少吃。第1种，高胆固醇食物。我们平时吃的动物内脏、肥肉等都属于高胆固醇食物，如果吃的太多，容易使血清中胆固醇水平升高，导致血液粘稠，加速血管老化。第2种，动物油脂。我们经常会用动物油脂来炒菜吃，虽然好吃，但是动物油脂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影响血管健康。第3种，辛辣的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辛辣食物，虽然可以开胃，但是辛辣食物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还会刺激血管，导致血液变粘稠，血管堵塞，诱发血栓形成，所以也不要吃。那吃什么对血管好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常吃山楂、洋葱、茄子等食物，有助疏通血管，养护血管。现在不止老年人，很多年纪轻的人也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若不抓紧调理，很容易导致脑梗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将2脚分开，和肩膀同宽，手臂呢自然的在身体2侧下垂，然后双腿微微的弯曲，全身上下呀有规律的进行颤抖。先颤抖1分钟，然后呢放松一下，再接着做这个动作，每次做5到10分钟。这样颤抖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，还能够改善血液粘稠，预防血管堵塞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很好的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哦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随时随地呢都能做。那如果想要预防脑供血不足，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是呢要合理饮食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还有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。最后推荐大家常喝点山楂水，有助疏通血管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也有。到中年血液呢很容易粘稠，这样就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1种叶子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通血管、防血栓。这种叶子就是桑叶。说到桑叶，大家呢认为是养蚕用到的，其实桑叶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桑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多糖和生物碱，能够清理血液中的垃圾，还能够降低血脂。用桑叶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增加血管弹性、保护血管、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其实桑叶呢还可以和苦荞一起泡水喝。苦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苦荞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，这种物质有软化血管、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，所以将桑叶和苦荞搭配一起泡水喝，能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人到中年要好好的养护血管，除了食疗的方法，平时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多进行运动锻炼，这样血管也会。血管是我们人体的通道，输送营养，排出废物。如果血液粘稠度过高，那么血管可能堵塞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血液粘稠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1：晨起头晕头痛。如果你休息得好，那么早上起来呢，应该是精力充沛的。但如果你感觉到头晕眼花、大脑不清醒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表现2：晨起身体疲惫。正常情况下，早上不会出现浑身乏力的情况。
但如果你血液过于粘稠，那么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变慢，这样身体就容易疲惫。表现3：晨起视力模糊。如果血液粘稠，那么血液流动的速度会变慢，这时视觉神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视网膜短暂缺氧，这样呢就会出现视力模糊不清的情况。上面这些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管还算健康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喝点通血管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玉米须茶等，这些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。现在不止老年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存在血液粘稠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呢？若出现3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早起哈欠连连。如果早上起床后还是感觉昏昏沉沉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总是哈欠连连的，这可能是血液粘稠了，血液循环变慢，才使人出现困倦的感觉。视力突然模糊，很多人血液粘稠，血液流通不畅，会导致营养物质和氧气不能够及时供应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突然模糊，甚至看不清东西的情况，这时要多注意。早起胸闷胸痛。如果血管堵塞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早起就可能会有胸闷、胸痛的情况，这时要格外注意。血液粘稠的人要多进行调理，每天坚持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多吃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玉米、海带等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血液。血管分布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，它的健康也决定着身体的健康。若是出现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就要抓紧调理。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不好消化和代谢，经常吃会让血液中沉积脂肪、胆固醇，使血液变得更加粘稠，严重的还会引起血管堵塞，所以要少吃。高盐食物，摄入过多的盐分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不利。如果想要保护血管，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。第一种，蜂胶。蜂胶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异黄酮、维生素 P、黄酮等物质，不仅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还能延缓血管老化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所以经常泡水喝能保证血管年轻态。第二种，苦荞。苦荞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，其中含有的芦丁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增加血管弹性，所以常用苦荞泡水喝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健康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所以要好好的保养血管。如果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会直接危害健康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血管通畅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食指张开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进行拍手的动作。拍手的同时要配合着倒着走，注意拍手的力度可以大一点，每次100下即可。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经络和反射区，这样拍手能够刺激到经络和反射区，并且还能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。经常做一做，血管会更健康哦。血液粘稠度高的人还要改善日常的生活习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每天适量的运动，还有多吃有稀释血液作用的食物，富含维生素和粗纤维的食物，比如柠檬、燕麦等，有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，保护血管。脂高、血液粘稠，常吃这2种豆，降低血脂，养护血管。第一种，绿豆。绿豆是生活中常见的，有清热解暑的功效。我们总是喜欢喝绿豆粥或者是绿豆汤。绿豆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和绿豆多糖等物质。经常吃能够降低胆固醇，对保持血脂稳定有帮助。第二种，黑豆。黑豆是大豆类植物，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E 和钾元素，对排出体内胆固醇有帮助。经常吃一些黑豆也能够起到降血脂、保护血管的作用。除了这2种豆，平时喝茶也能够帮助降血脂，比如苦荞茶、冬瓜荷叶茶等，既能稳定血脂，也能够帮助养护心血管。在很多人餐桌上已经离不开大鱼大肉了，而很多食物都含有很高的脂肪，如果吃多了，身体中很容易堆积胆固醇，使血脂升高，从而出现血管堵塞的现象。那血脂高有什么表现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。表现1，手掌颜色出现异常。正常我们的手掌颜色是红润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手指的颜色比手掌颜色浅，并且中指根部出现明显的青筋，就要注意了，可能是血脂高了。表现2，
腿脚麻木、爱抽筋。血脂高会影响血液循环，如果呢腿部血液循环不畅，那么就可能会有双脚麻木、无力、腿部抽筋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。上面这2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血脂还算稳定，那血管也还算健康。那血脂高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呀，平时多喝些苦荞茶和桑叶茶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降低血脂哦。得了，就叭叭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